由于地球女性失去生育能力，2名寄托人类希望的宇航员驾着飞船外出寻找女人。当来到地球曾经的殖民星域时，由于奇怪的引力，飞船突然开始震动。他们试图操控飞船摆脱引力，最终还是坠毁在星球上，差点出师未捷身先死。还好只是轻伤，2人勉强活了下来。飞船彻底摧毁，无法飞行。于是小帅搀扶小胖出去。来到外面后，他们发现自己身处沙漠之中，天上还有2个月亮。小帅使用急救箱给小胖注射止痛药，并从他的肩膀取下金属片，暂时止住伤情。小胖的不远处说有条狗在那里，可小帅环顾四周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他不由以为小胖是因为药物产生了幻觉。然而当小帅开始包扎伤口时，他们突然听到了狗叫声。好奇的小帅前去调查，搜索了一会，发现了一个蓬头垢发的男孩毛毛。他抱着狗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准备上前询问时，小男孩却飞一般的逃跑。很快就被一群女战士包围，毛毛放开了小狗准备战斗，但女战士3两下就制服了小家伙。后面的小帅追到此处时，这里已经人去楼空，只剩下毛毛的武器在地上。突然一场地震袭来，地面剧烈的晃动，不过幸好并没有持续太久。稳定之后，小帅用他的手环呼叫小胖，确定其没事后就继续探索。很快他来到了一座寺庙，走近后发现这里有一大群妇女，身穿黑衣，身体还在前后的晃动，就好像眼镜蛇一般。接着一群铠甲女士护卫着女王走了进来。站定之后，里面走出了一个长相凶悍的女士，她好像是这里的大祭司，随即开启了仪式，振臂高呼。接着一条巨蛇从坑里钻了出来，所有的妇女在大祭司的指引下纷纷开始吟唱。刚才的战士退让的毛毛作为祭品走了出来，看到小男孩，一位名叫莉莉的护卫绝望地叫了出来，原来这是他的弟弟。为了保护家人，莉莉随即冲了进去，不顾死活与周围的战士开始了厮杀。莉莉高超的枪法很快战胜了一众战士，还有个倒霉的家伙被大蛇吞下。大蛇满足了离去，可能一次祭祀只能吃掉1个人，于是毛毛就活了下来。大蛇离开后，大祭司派出了更多的战士包围莉莉兄妹，指责他们玷污了仪式。就准备攻击时，女王出面阻止了他，并提醒到我们的法律是男人杀人可以被杀，但女人不能，况且莉莉是出于自卫。接着就要赦免这对兄妹，大祭司大声的抗议。而就在此时，小帅收到小胖的消息，手环的声音暴露了他的存在。大祭司随即下令击打外来者。慌张的小帅向天花板开枪，也不知这手枪里装的是什么核武器，瞬间爆炸。小帅趁乱逃了出去，莉莉也借此机会让弟弟逃走。见此情况，大祭司大怒，于是命令战士追杀2人。外面的小帅与毛毛碰到了一起，然后一同逃往了坠机地点。后面的战士行动迅捷，很快追了上来。小帅拿起核武器手枪展开火拼，双方打得有来有往。可随着战士越来越多，小帅的核武器手枪也应接不暇，大腿被射了一箭。受伤的他只觉得2眼金光闪闪，再也无法战斗，于是躲回了飞船。毛毛见状告诉他此箭有毒。外面的战士很快围住了飞船，就准备杀进去的时候，女王带着卫兵前来，并命令他们停止攻击。可战士却说这是大祭司的指示。女王勃然大怒，她算老几？我可是女王大人！碍于威压，战士只能悻悻离去。随后女王走进船内，取出小帅腿上的剑，并为他注射了解毒药剂。剧烈的刺痛横厉，小帅昏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已来了女王的闺房，这里好像都是女性，而且每个都说英语，估计是最初移民的后裔。此时地震又突然来袭，虽然只是很短的时间，但令小胖非常的不安。旁边的毛毛说，这是由圣蛇在地下移动引起的。几人聊天时，莉莉前来说女王想见小帅，接着就被带到了另一个房间。此时的女王正在洗澡，小帅想回避一下，却被要求仔细观看。这都什么要求？女王沐浴更衣，换了一身挖腮的衣服，然后就拿起小帅的手枪打了一发，询问为何这么厉害。让所有人离开后，就与小帅开始了深入交流。2人对立而坐，一点都不见外，坦诚又直率。小帅表示你要这个样子，我可就那个样子了。于是聊天的话题很快就来到了这个星球的起源。女王说这个星球上的社会始于914年前，而这也与小帅的猜测相符。随后他激活了手环的全息印象。起初女王认为这是魔法，毕竟这里与地球已经多年没有联系，文明也在战争之后摧毁了大半。当女王听说这个星球十分不稳，随时都有爆炸的风险，随即想到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，而大祭司一直都通过祈祷来安慰人民。接着小帅告诉女王，他们需要在爆炸之前撤离此地，但女王指出他的宇宙飞船已被摧毁，人类只会带来黑暗的诅咒。当小帅询问为什么没有男人时，女王带着他去了矿井。在这个星球，男人都是奴隶，因为他们更有力量，充满肌肉，而女人则因为有聪明的大脑，所以统治他们。愤怒的小帅一把抓住女王提出抗议，但他却非常冷静，说曾经都是男人带来的死亡，现在的女性虽然还会与男人交配，但目的只是为了生更多的孩子。接着像展示一般强吻了小帅。远处的大祭司看这一幕似乎已经饿了，小帅并没有被这一吻冲昏头脑，生气地推开女王，说这不是和平，而是奴役。霸道的女王便打了过去。看到这一切，
大祭司命令他的战士杀死女王的守卫，绑架二人。众人穿过隧道时，埋伏的战士从阴影中缓缓接近，危险之际一直尾随着毛毛发出警报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莉莉和其他守卫很快被击倒。战士带走小帅后，毛毛跑向了他的姐姐。临死前，莉莉命令他抓紧通知女王。另一边的小帅被带到大祭司的房间，然后给他2个选择：要么满足我的饥饿，要么与我联手对抗女王。随后不等回答，便抓住小帅，想两全其美。当小帅半推半就准备从了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了墙的屏幕，于是一把推开，上前查看。大祭司解释那是旧时代的遗迹。突然屏幕上一条蛇窜了出来，大祭司称他是神的孩子，可小帅却一把将蛇弄到了地上，然后厌恶地踩死了他。大祭司嗷了一声，需要惩罚他，接着便搂住了脖子，用厚厚的嘴唇狠狠地吸了起来。小帅不敢反抗，悄悄用手环接近了屏幕，虽然是起了反应，可效果并不好。大祭司见状，认为这手环拥有魔力，于是便想抢夺过来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听见打斗声，护卫们很快赶来，然而摘下头盔却是女王和小胖。大祭司杀害妇女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，再也不给面子，一拳打晕了他，接着便联合手下带着众人离开，准备前往无人的燃烧区。路上，女王解释说，几个世纪以前当地人都居住在那里，可后来因为辐射的问题不得不离开。随后还展示了专属女王的信物，在上面划着一个飞船。询问得知此船仍在燃烧区，这不由给众人希望，只要找到就可以在爆炸之前离开此地了。随后众人一边躲避大祭司的战士，一边悄悄移动。可随着大祭司拉响警报，各个路口都被严密封锁。幸好毛毛知道一条小路，于是众人再次出发，很快来到了另一个洞穴，发现此处是一座监狱，一群男人被困在地下的笼。小帅想释放，但女王却严厉拒绝，理由是男人会带来战争。这两人不听他，甚至拉起了弓箭威胁。再次争论时，大祭司的士兵发现了此处，于是枪战开始，勇猛的女王一一击倒，而小胖则利用这个机会打开了笼子。眼见战士士兵前仆后继地赶来，阿志说服女王把枪还给了他，随后向隧道开火，产生大爆炸，同时击溃了所有敌人。囚犯遭到释放，可他们却不敢离开笼子，直到女王下了命令，才颤颤巍巍走了出来。众人浩浩荡荡来到地面时，听到了更多战士向这里奔跑的声音，来不及思索，便开始向燃烧区跑去。与此同时，大祭司得知女王释放了囚犯，勃然大怒，他本来就饿，现在还偷我的粮食，于是带着士兵追赶而去。几个小时后，一场新的地震又开始了，而且震感比以前更猛烈。他们意识到必须尽快离开此处，一路前进，他们发现了首批移民者的骨架。小胖扫描确认他是被辐射杀死的。就在此时，大祭司率领手下出现，并开火攻击。女王一行人被打得节节败退，拼命逃窜，而大祭司不依不饶，乘胜追击。追逐的时候，地震又一次来袭，所有人都被晃倒下，毛毛更是被埋在了沙里。好奇的女王得知地球已经死了，那里爆发的基因病毒，所有人都无法生育，而且传播得很快，银河系所有的殖民地无一幸免。他和小胖则是最后的幸存者，来到这里也是希望可以找到人类的火苗。众人继续前进，很快便发现了一栋废弃的建筑。众人进去之后，大祭司也来到了此处。小帅等人四处搜寻，不一会就找到了量子反应堆作为燃料。小胖设法将其打开，但需要一些时间来运行测试，于是他带着毛毛进行工作，剩余的几人则继续寻找遗留的飞船。进入内部后，小帅熟练打开控制台，确认可以启动后，只需等待小胖测试了。小帅想带着女王等人一起离开，但他却又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他的人民一起灭亡。小胖修好反应堆，通知了小帅，多年前这里因为结构缺陷而爆炸产生辐射，而女人们则以为这是男人引发的战争。女王沮丧地意识到，原来历史全是谎言，男人是无辜的。此时毛毛听见有人的阴影中移动，可小胖并不相信，还依旧将飞船发送了电力。小帅这边确认一切正常，但小胖却收到警报，开始担心反应堆爆炸的风险。由于飞船已经充电82%，已经完全够用，于是准备关闭反应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大祭司率领手下到达并开始攻击。里面的小帅等人听到，立刻前往支援。就在大祭司准备射杀小胖时，女王出现并成功引走了他。如今枪战已经没有意思了，女王与大祭司展开了肉搏战。就在两人打得难解难分之时，小胖发现反应堆还有5分钟就要爆炸，随后小帅便将两人送上船，自己则返回帮助女王。可由于太近又不好开枪，只能远远观看。最后还是正义战胜邪恶，女王一个神龙摆尾，将大祭司推到了殿门之上，一阵火花，大祭司疯狂地摇摆起来，最后被电得黝黑一片。然而当这些人准备离开时，墙上的大祭司又活蹦乱跳地杀了出来，他
他一边嚎叫一边举刀冲刺，丝毫没有意识到时代变了。飞船顺利起航，来到城市上空，所有人都用敬畏的眼神看着他们。女王看着子民非常难过，小帅看了一眼，随即命令着陆，说飞船足够大，可以拯救所有人的。着陆后，女王告诉他的人民，他们将一起前往新的生活。男人们有些不适应如此温柔的女王，于是递上鞭子，希望奖励一番，而他只是笑笑扔在地上，说以后你们不再是奴隶了。接着引导失望的众人走进飞船，这边刚准备起飞，突然又一阵剧烈晃动，原来是巨蛇破土而出，开始撞击撕咬船只。危急关头，小帅通过倒车雷达看到了蛇的位置，随即同时转弯启动推进器，猛烈的火焰瞬间将其烧毁。危机解除，飞船终于离开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港风港影，咱们下期再见。